现在发布会在哪里？ vivo 的店里，现在发布会还没开完呢，直接装速跑到店里来看机。7点23分啊，发布会才开20几分钟，所以发布会的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啊。这就是传说中的 Ultra 啊，哎，大家可能最在意的就是它的镜头厚度了，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确实有点来，夸张。你对近一点，对近一点，确实有点厚吧？听说可以这样子直接捏住，我看可不可以啊？我让你别弄坏了。看到没？完全是可以捏住的，挺夸张的。然后它的旁边呢是X200S，也可以是吧？我看一下啊，应该是不行的。哦，非常难。哦，等一下，散了。不行，哎，就是非常难才可以捏住啊，我有点捏不稳。这个 Ultra 呢就是非常的轻松，可以直接就捏住了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知道这个厚度是多少了。我感觉它这个镜头凸起的厚度几乎跟机身差不多了。对，但是它其实中间做了2条这种亮线，看到吗？然后就可以减弱一点它这个厚度啊。视觉上的话，就只有后面的这一个巴黎士丁以及前面的这一个凸起了。我们直接点开相机，它这里是35毫米，因为它现在主摄变成35了，超广角是14，然后是35、85、170、230，而且它这一次没有倍数嘞。我不知道是因为体验机的原因还是什么，它这里不显示倍数了，它这里直接是显示焦段的。我觉得这一点 OK 哦，之前好像是努比亚就是这么做的。我在很久之前觉得努比亚那一套镜组要是给 vivo 做就很强了，现在实现了。有一个小变化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这一次把夜景模式放进了风光了，直接叫风光与夜景了。它在X200 Pro 的时候是叫风光，应该是没有什么眩光了吧？我们来感受一下吧，可以看到什么眩光吗？没发现现在。几乎看不到吧？因为我闪光灯都露出来了。几乎看不到什么眩光吧，对吧？我在这边转一圈，然后角度我变换一下，可能这样子不严谨，因为现在我们在店里面也没有那种点光源了，我们只能用手机的这个闪光灯来试一下了。找了很久啊，好像是找不到什么眩光的呀。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一次它超广角的提升是很大的，但是我个人对于超广角可能不是特别的在意啊。它是14毫米的一个焦段，就拍一下，感受一下啊，X200 Ultra。14毫米 f2.0 的光圈 ，OK。再拍一下这个主摄，主摄呢这个默认就是35了。如果大家还要拍以前的那个23或者24那个焦段的话，就只能用超广角去裁切了。个人很喜欢35这个焦段啊 ，f1.69 了，是挺大的了这个光圈。85的这一颗，我们直接拍这个外面吧。我的X200 Pro 是有这个可以选的，这个演示机上面是没有的。那我们就直接用鲜明吧，它默认就是鲜明。我把我的这台X200 Pro 的亮度也调到最高了，环境色什么的我全关了。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台演示机的亮度是要高很多的。但是说实话，这个照片吧，我看不出太大的区别，只是颜色上可能会有点区别吧。但是屏幕的颜色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几乎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啊。你包括这里的碗的细节，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小米的 logo， 我是真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它这一次的长焦升级到了 f2.27 的光圈了，X200 Pro 这一颗是 f2.67 啊，是有一定的升级的，所以它可能整个画面就是要亮一点的。当然，这个85毫米的这一颗2.1像素也是支持长焦微距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多近吧。这个大概有多少厘米啊？你从侧面看，15厘米，15厘米左右吧。X200 Pro 大概也是这个位置可以拍清楚，差不多是一样的距离。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店里面啊，它这个演示机是一个演示机的固件，你包括上面那个影调都是没有的，所以呢也体验不出太多东西。然后它这一次也是3D 的超声波，然后是一个全等深的微曲屏。它不是直屏啊，是全等深的微曲屏，它变成了一个2K 的屏幕。你们觉得2K 怎么样啊？徒增功耗，我觉得徒增功耗吗？侧面也多了一个拍照键，稍微难够到一点啊，但是比 X8U 的那个位置还是要稍微靠里一点。你可能这样子拿着的时候，这样去摁吧，就它眉底下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好够了，但是比他们会稍微好摸到一点。那我在这个相机里面试一下吧，他说有个半对焦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右上角啊，这样子就对焦了，然后再拍，它是有2段的，然后你如果不用力的话，在上面滑也是可以的。你觉得丝滑吗？我觉得还可以，也不是特别丝滑吧。就你随意的一滑，它会到你下一个焦段，看到没？它不会到一个很单纳的数值，对，到一个随机的值。对，它就是会到一个预设好的焦段。对，你看你这样随意滑才35，然后再滑一下70，再滑一下170，它都是在它的那个裁切的焦段的。你看它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慢慢滑的话，就是可以调到自己那个焦段的。在一些焦段的位置，它其实是有一个阻力在的，半按卡。以目前这个演示机版本，它是不会出现一个对焦的框框在这个屏幕上的，它也不是一个物理的按键，它也是一个压感的。
它并没有一个机械结构。在它相机设置里面，其实是有相机控制键的这么一个设置的啊，你可以打开或者关闭，你也可以点快捷启动，看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功能啊。它会有一个重按拍摄、重按相机控制键拍照或录像，还有滑动调节，这里面的选项你都是可以自己去调的。还有持续轻按的锁定参数啊，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更改一下。还有就是竖屏下是不是要禁用它？那拍照键大概就讲到这个位置啊，大家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呢？我刚在那个相机设置里面还看到了一个潜水功能啊。它可以分可触控和不可触控，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开，看你在水下要不要用啊。还有什么夜空蓝调啊、超长焦增强啊、增强长焦460毫米以上清晰度观感，还有拍照炫光减弱，还有 AI 效果拍后显示 AI， 我觉得这是对 AI 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吧。还有全焦段的动态照片 Live Photo 啊，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我们再体验一下录像吧，8K 30帧，4K 可以支持到120帧，14毫米也可以，4K 120帧，35。哦，也是可以的，85也是可以的。它应该也可以拍的时候切换吧？全焦段，那我试一下啊。4K 120帧是你到85的话就只能往上变焦了，它就不能往回走的了。4K 120就是 4K 120，35也不能够往14毫米那一刻去调了，它只能往85去调了。哎，但它去85的时候是裁切的，并不是切换的镜头的啊。14毫米它也是可以裁到35，但是确实也是数码裁切啊。我觉得4K 60帧应该可以吧？啊，很明显切换了，切了85啊，很明显切了。我再来跟X200 Pro 比一下手感啊，大家能看出来什么很大的区别吗？这个正面有窄一点吗？好像也没有，就差不多吧，几乎一样吧。但是我发现它的前置摄像头是不是稍微小一点啊？Ultra 的前置摄像头会小一点。对，我们从侧面看，X200 Pro 是稍微短一点的啊，右边的这台是X200 Pro。你再离近一点，再看一下这个凸起吧，右边是X200 Pro 啊，这个凸起还是挺大的，说实话。然后这次边框这个白色，它就是磨砂的这种喷漆了，X200 Pro 就是这种金属拉丝的效果啊。大家更喜欢哪一个？X200 Pro 的镜头好像是还要大一点的，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Ultra 的感觉还稍微小一圈呢。它这次这个银色是这样的，它底下并不是凹凸的，它就是一个平的，并没有那种物理的凸起啊。这一次闪光灯位置也不太一样了，之前的是在右边，这一次就在左边了。然后它是支持一个变焦的闪光灯的一个功能吧。再看一下侧面的厚度，你以中框的这个厚度来看的话，感觉还是X200 Pro 还显得窄一点啊。它背面的弧度也是没有X200 Pro 大的，做的比较平。从侧面滑过来的时候啊，衔接就跟X8 Ultra 差不多吧，不是那种特别丝滑的，但也不错了，也不会割手。然后这一次的X200S 呢，它的手感其实就跟 Ultra 其实握起来差不太多了，但是 Ultra可以感觉到这个弧度还是会稍微大一点的，机身的工艺其实就显得非常的像了啊。可是镜头真的是要小好多啊，这个X200S。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震动啊，这个是它拨号页面，我觉得跟我的X200 Pro 没有区别。肯定是没有X8 Ultra 好的，X8 Ultra 那个是很紧的。我再看一下桌面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哪颗马达，但是我大概率觉得就是9595好吗？比0809感觉还是要稍微紧实一点，就是一个普通的震动吧。但是这两个手机其实你拿在手上并不能很立马的感觉到哪个手机是更重的。我觉得重量的话，甚至是X200 Pro 还显得更重一点点，感觉上啊。好，这是我的手的握持啊，我是觉得X200 Pro 挺挡手的，正面是这样子握嘛，后面就是正好抵在这个边上。哎，你别说，还挺那个的，哎，挺顺手的，就是正好在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挡手吧？但我手是比较小的，可能你手大一点，你就不一定有这么舒服，你可能还是要搭在上面了。而且它挺厚的，你这样子搭在上面，我怎么觉得比X200 Pro mini 还好一点？就感觉因为它凸起很高嘛，然后这里又是平的，你手靠在这里就感觉接触面积很大，感觉很有安全感，还挺稳当的。对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虽然有点挡手，但是感觉很稳。但我觉得X200 Pro 其实稍微好一点，因为它虽然有这个凸起，但是我手可以在这里。好，那我再感受一下。哎呀，我是觉得X200 Pro 还是因为它这边好多层嘛，感觉就靠在上面不是特别稳当，你知道吗？就这个位置，它这个太大了，我手反而我没地方放，我只能靠在这了。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好，它这个凸起能做到这样的手感。对，而且其实你拿到这个机器之后，如果你不是老想着它这个摄像头有这么凸的话，其实你也不会觉得特别难受吧。那 Ultra 看的差不多，我们就看一下X200S 吧。X200S 首先上手呢是觉得挺轻的，现在正在拍摄的这个樱幕呢就很想换这个手机啊。你今天下午也摸了一下，你感觉怎么样？手感确实还挺不错的，是还可以啊，然后也不会显得特别厚了。它的镜头就跟X200就有一点区别了，但是它跟X200 Pro mini 是很像的。
而且包括它的凸起也不会特别的大吧，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凸起了。它的镜头配置应该就跟X200没有什么区别了，可能跟X100也没有很大区别，对吧？也就是属于一个我觉得95%以上的人啊都够用的这么一个配置了，因为它长焦微距什么那些全都有。然后这台机器呢，它的正面3边其实都还是比较窄的，可是下边框是要比两边要粗一点的，大家可以看出来吧？但是也没有粗太多，你要是离远了来看的话，其实也不会觉得很难受吧。然后它这一次是做了3D 超声波了，包括加了无线充电，还把电池加到6200。但是现在这一台机器呢，你看还是不能够试它的相机什么那些功能的，有很多功能是没有办法去试的，都点不开，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了。但是这一台机器说实话也就那么大个意思啊，大家就看一下这个外观就行了。我觉得这台要是大家对拍照没有特别大的需求啊，建议是买这个，因为它还会便宜很多。我预测它就是4000来块钱嘛，加上国补完的话，可能起售都到3000多了。配置上感觉是没有很大的短板呢，可能它有个 USB 2.0什么之类的吧，包括芯片也是升级了一点点，贴机914加吧，应该是。然后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青色，它调的其实挺淡的，我觉得是蛮好看的，比X200 Pro Mini 那个青色好看多了。官方主推的其实是那个紫色，对吧？啊，但是我实际看下来，我是觉得这个蓝色要比紫色好看。这个是X200 Pro Mini 的那个青色啊，就很明显的，我觉得是比X200S 那个要难看一些的。这个颜色淡很多的，以我们现场光线来看的话，这个都有一点点偏蓝色了。其实这个青色就感觉，首先质感做的就，你看有点那种塑料的那种反光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很好。而且X200S 把这个摄像头边上这一圈呢是缩小了的，所以我是觉得X200S 这一次外观还是比较成功的啊。就比较简洁干练的那种感觉。这个是X200S主推的紫色，但是我是觉得它反而没有那个淡蓝色、天蓝色好看。那个不是天蓝色，那个是青色。然后这个紫色，我就觉得它光照上去是有一点点塑料的感觉，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反光啊。然后它这个紫色其实调的也是非常的淡，我们视频里面可能拍不太出来吧。然后我刚刚已经快要说服樱木换蓝色了啊，他原来是想买这个紫色的。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啊？确实是这个青色的这个好看一点啊，你喜欢这个？我觉得紫色还挺骚的。这个好看，我已经被他说服了。那你买，你现在就买。现在没钱。他们这次官方配的壳，这个X200S是你买什么颜色，它官方那个壳就是什么颜色的，就不会是那种透明的清水壳。X200 Ultra 这个银色，我们就叫它银色，我不知道官方叫什么颜色啊。这个银色它这一次配的是这样一个壳啊。这是刚刚店员给我们的啊，就这个洞好大，而且壳的凸起也是蛮大的呀。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壳套不上去，因为有防盗器。但我说实话，这个壳的质感真的还可以吧？有点像那种液态硅胶了，虽然不是那个手感了，还 OK 的。而且它整个壳是很轻薄的啊，感觉比X8U好多。哎，什么？比什么哈？X8U送的那个清水壳是真的捞吧？说实话是的。这个壳里面也是有这种防滑纹路的，它的边缘也是有这种巴黎士钉的纹路的。这个摄像头是真的挺凸的，而且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拍照按键的镂空啊。刚刚看到一半啊，这个X200S 出价格了，大家看一下。哎，我觉得可以啊，跟X8S 加一样哈。它有3D 超声波呢，它电池还大一点呢。哎，我觉得 OK 啊，而且它的16+512这个版本国补完4500，我觉得也还可以。你怎么说啊？等到3开我再买。3开啊，512G 嘛。没事，你现在就把手机给我，我让你现在就能买，我直接帮你借一下。我们来看了一下这个 vivo Watch 5啊，它是799黑白色，然后它有一个金刚版，金刚版是999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这两个。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个 vivo Watch 5，哎，在我手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表。其实我感觉好像跟vivo Watch 3长得没有很大区别，它的表冠是这种金色的月光白啊，它别的什么功能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现在是也是样机，你看正常的表吧，我觉得。然后价格好像比上一代是有下降一点的。大号手环嘛，22天续航，我觉得它边框粗不粗啊？正常粗度吧，以这个800块的价格来说。那你上一次为什么要说 OPPO 那个粗呢？你看 OPPO 报警了，OPPO 那个不止800。这个是 vivo Pad 5 Pro 啊，它是多少钱8+1282999。它最贵的版本就是16+512超轻版4399，超轻版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而且它这次还有一个笔啊。但是我们现在这里是看不到那个笔的，来稍微滑一下吧。啊，非常明显的 LCD 屏啊，拖影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体屏幕就是这么大了，别的也没什么好体验了。然后它这一次做这个壳，反正这一块就是一个键盘，这一块就是一个支撑的，环境也比较嘈杂，我们也就不听扬声器了。这个呢是 vivo Pad SE 柔光版啊，1199起，好像是6+128的吧。大家以发布会的为主啊，我们现在看不到发布会，现在8点钟还没到呢，感觉稍微反应有点慢。哦，有点卡卡的感觉。高通骁龙4纳米8核，不写的都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它只卖1199，你说什么呢？柔光屏就好像贴了一层磨砂膜，大家可以看到吗？
是这个 feel 的啊。而且我觉得它整体的亮度也不是很高哎，演示机应该是拿最高的呀，对啊。色碳衰减挺严重的。色碳衰减是挺严重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偏学习然后入门的一个平板吧。啊，扬声器也是有4个的啊。每边都有2个，它的尺寸是12.3英寸啊，其实也有这么大了。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壳啊，左边的是X200 Ultra 配的壳，这个是X200 Pro。X200 Pro 因为它有几层嘛，所以它这个是有一个过渡上来的，它往里面凹的。但是X200 Ultra 就没有了，X200 Pro 这个是有的。大家就可以看到露出来的这一块很明显是X200 Pro 的要小一点啊，这个也是官方的壳，黑色的，这个是白色的X200 Ultra 的壳啊。好了，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这次 vivo 发布的一些新品啊。现在这个时间点，X200 Ultra 的价格还没有出来啊，但是应该跟上一代就是X100 Ultra 是差不太多的。怎么说？想换哪台？肯定是 S 呀。为什么？Ultra 又换不起，我又不爱拍照。这个不是换不起的问题，我觉得确实绝大多数的人，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上到 Ultra 吧。我觉得它那个手机应该是偏相机一点的，而它的 S 呢，我觉得是适合几乎99%的人的吧。而且价格已经出来了啊，我觉得 OK 啊，那个价格配置也比较水桶啊，没有很多的遗憾了。如果你对拍照还有更高一点的需求，我觉得你考虑一下X200 Pro 吧。虽然说它那个眩光啊是有一点点影响的，但是我个人的话用那个长焦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影响有吧，但是不大。而且我不是贴了一个那个膜嘛，要拍视频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了，但是影响也不会特别大吧。我觉得X200 Pro 现在好像16+512，最低也就4200了，这么个价格。对拍照还是有点要求的话，你就别买 S 了，你买X200 Pro 也是可以的，但是X200 Pro 就会厚重一些啊，镜头也大一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视频及时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 呀。哎，等一下，为什么今天空强不在啊？因为我们是临时得知店里面有 Ultra， 然后我们就直接从家里面赶到线下店来了。对对，他就很遗憾离我们比较远啊，而且他不买这个机器啊，我们这来干嘛？真是。对啊，又不把机器给我们，对啊，没有利用价值就算了。他还要白陪我们机器呢，真是的。那就这样了，拜拜。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